日本有200万侨民漂游在世界各地，形成了不小的群落，为何独独我国没有呢？这里是知识天地。日本一直自称为大和民族，该民族占总人口的98%，剩余2%的人口为琉球族和阿伊努族，其中琉球族是一直引发争议的琉球群岛原住居民。日本人称琉球族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分支，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琉球族的肯定。另一日本国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，则是日本国土上的原始土著民族，日本人将其称为虾夷。从名字上看就知道，这一民族以渔猎为生。阿伊努族世代生活在北海道地区，通过近代科学手段推断，阿伊努人源自于贝加尔湖附近的蒙古人种，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岛上的居民来自于亚洲东部移民。但是日本政府却一直隐瞒和掩盖阿伊努族的存在。自公元8世纪，伴随大和族的发展壮大，大和族通过军事手段征讨阿伊努族，抢占了北海道地区的土地，对阿伊努族进行血腥镇压和强权统治。当阿伊努族屈服于大和族的统治之后，大和族采取强制同化手段，禁止阿伊努族使用本民族语言，强制阿伊努族与大和族通婚，以淡化民族血统，在国际舆论中打造单一民族国家形象，通过抹除阿伊努族达到掩盖自身罪行的目的。残存的阿伊努族人忍辱负重，隐姓埋名，默默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，直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土著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兴起，阿伊努族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，并重新翻开了民族悲惨的被统治历史。这段发生在日本本土的民族血腥统治历史听起来有没有一点耳熟？是的，同样的剧情在我国台湾省重复上演过。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描述了日本侵占台湾50年间对台湾原住民的残酷统治，最终赛德克族奋勇反抗的历史事实。与日本本土的阿伊努族一样，台湾原住民被当时拥有现代化军事实力的日本人以武力镇压。日本人强迫男人劳作，女人陪酒，逼孩子们学习日语，镇压原住民传统习俗。表面上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帜，实际上做着野蛮侵略的勾当，最终引发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的奋勇抵抗。赛德克族人以300勇士抵抗日本3000军队，书写了壮丽的抗日悲歌。同样的遭遇还有我国东三省、朝鲜乃至东南亚各国。梳理一下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发展时间线，不难看出，自1853年黑船事件，江户幕府被美国军舰打开国门伊始，日本经历了奋发图强的国家现代化改造之后，自明治时代开始，日本逐渐迷失于帝国主义梦境中，幻想着脱亚入欧，妄图建立东亚新秩序。最先被拿出来探讨的是征韩论，但由于当时明治政府未寻得合适时机征讨朝鲜半岛，又急于抵御俄国南下扩展，转而开发虾夷，即前文提到的阿伊努族。日本政府效仿美国西部开发，推进本土移民，抢占北海道原住民居住地，稳固自身的统治局面。之后的明治政府更是扩大对外入侵野心。1873年，日本政府借琉球渔民与台湾原住民冲突，向中方提出交涉，中方以与日本无关为由未予理会。日本探知中方无意阻止，便公然出兵琉球，强制改琉球王国为日本国冲绳县。尝到甜头后，日本又企图掌控朝鲜，但是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存在藩属关系。面对日本染指年年向中国纳贡的附属国，中方坚决出兵干涉。面对这种失败，日本就萌生了脱亚入欧和取代中国的野心。自此，日本偏离了正常的国家发展轨迹，开始走向民族主义歧途。日本军国主义逐渐站上历史舞台，导致整个亚洲的灾难性命运。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，日本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国经济，另一方面打着留学深造的旗号，派出大量间谍探查我国地形，学习我国语言和文化，以便随时发动对华战争。1890年，日本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和立宪理论，矛头直指清政府，并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。
当时懦弱的清政府接受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，推进了中国半殖民化，也助长了日本膨胀的野心。日本人用甲午战争从中国抢来的赔款大力扩充军备，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挑起了与俄国的战争，最终获得了朝鲜和满洲南部的控制权，并随着一战爆发，日军驱逐德军，占领胶州半岛，提出21条，控制袁世凯政府，以一副东亚主人翁的姿态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。再之后便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。9·18事变、大陆政策、台儿庄大捷、百团大战、滇西反攻、波茨坦公告。正如新华社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胜利日写下的，这是正义与邪恶、光明和黑暗、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，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。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。对于自古妄图通过侵略延伸国土面积的日本来说，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行之不通时，便产生了通过大量移民掠夺别国资源的暗黑系政策。自19世纪末开始，日本就鼓励国民移民巴西。现今巴西已经成为日本本土以外最大的日本人居住地。现在的巴西不仅有200万日本侨民，这些侨民手上还拥有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只能说，日本在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上走过歪路，且一直未放弃过掠夺侵略的扭曲思想，一直无视世界和平，妄图控制亚洲，叫板欧美。无论日本是真枪实弹的军事侵略，还是偷偷摸摸的买地卖民，我们都应该时刻铭记惨痛的战争历史，时刻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下期再见。